啊，结婚几年？ 2年娃多大9个月，男娃女娃？男娃。今天为啥来呀？调解一下呗，生活中一些小矛盾。因为他爱玩游戏。啊，跟老师说这个男人打游戏打到什么程度吧？我们说吧。结婚试菜，他都迟到了，所有亲戚都等着他呢。然后他平常工作也是一个掐点王，从来不会提早到，就经常迟到。迟到的原因是玩游戏。他那个比如说赶火车、赶飞机，他都是比如说今天是6点钟有事情，他都能5点半出门的那种，就永远不会提早，就是会延迟。这个没错，的确是有发生过。但我的工作上面啊，我跟客户的沟通，我的交接方面，基本上这方面我是不大会耽误，只是明白。行程上面就这种有耽误很多。那现在有了儿子，是不是开始帮你看儿子了呀？因为他是自由职业嘛，不是说是朝9晚5的，时间比较自由，也不会因为现在有孩子，然后就是会，比如说是5点多、6点多回家，就是也是吃完饭都要出去玩会儿游戏再回家。为啥要吃完饭出去玩游戏？首先，我家里到我的公司呢，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我呢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啊，平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自己做。然后有时候忙不过来，然后玩游戏呢是我唯一的放松方式。为什么要不在家里玩游戏，还要专门回公司玩？家里不舒服啊。他嫌那个网太慢太卡。我那个怀孕的时候，我还特意买了台电脑，因为我平常我不太玩电脑，就玩手机的多。为了这个事情，我还特意买了台电脑，想说怀孕的时候让他多陪我，在我旁边那个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脑都可以的。然后他说笔记本不怎么好，然后嫌家里网卡这样子。我晚上去呢，主要有一些我平时客户有时候晚上沟通啊干嘛的，我资料都储存在我的那个电脑上嘛，我都方便那个的还要。你说了一个词儿是家里不舒服，对吧？对，这个不舒服涵盖的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会抽烟啊，家里面抽烟不大方便。第二个网速方面不大跟得上。第三个家里的电脑用起来不舒服，就主要是这样。那他一般打游戏你会提要求吗？到公司去打几点回家什么的有要求吗？会，然后但是他每次都延迟。我说几点回家呀？他说20分钟左右吧，然后经常就是1个多小时，就是时间观念不是很有。没错。这个游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竞技游戏啊？它是你玩什么？你告诉我。我玩 DOTA。首先我不大会逃跑啊。第二个，一般一局玩完，有时候它时间上会有些误差。然后我坐月子的时候，因为坐月子可能情感会比较敏感嘛，然后也肯定是想让他多陪我的。然后他就说，不是有月嫂吗？那请了月嫂干嘛呀？就是也改不掉这个爱玩游戏的毛病。你没有这个趁着有了娃之后治他1、2回，治过吗？就有一次10点多的时候，我问他回来没有，然后他就说快了，就是还有半小时左右，因为他的那个游戏啊，就一开局就是要40多分钟打底。我就心里在想嘛，如果他12点之前回家的话，那就可以过，原谅过嘛。对，然后如果是超出12点，我就打算走了。他的确过了12点还没回来，当时我宝宝才应该是2个多月吧。然后我就半夜就走了，我就自己住酒店去了，带着宝宝走了。你回家一看人不在，害怕不？挺担心的，然后我就马上去打电话。首先电话是联系不到，第二个，然后我去我丈母娘家，开车过去也就5分钟10分钟，找了也没找到，我也没把我丈母娘他们吵醒，然后就一直没找到啊，就这样。那一夜打了一夜游戏吧，应该在公司再开2把，抽着烟喝着茶。那不可能的。那在那一夜咋过的？这一夜后来一直联系不到嘛，到个1、2点左右我也睡觉了呀，就这样子。心还挺大啊，睡觉了。然后呢？然后第2天我妈妈联系到他的，说带着小孩去酒店里面住了，干嘛的，就这样。然后他出去，我父母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就这样。这一治改过来了吗？没有，就是第2天稍微可能就是8点多回家了，就没出去，之后还是老样子。
就是我老婆她平时说的好好的，我们吵架不要冷战干嘛的，我都是去很积极、很主动的去跟她沟通，但是她也不愿意，她就电话不接、微信拉黑什么的，就反正人有时候人也找不到，就这样。那是因为他老是没改正这个缺点，所以我也不想理。所以他采用的方式就是拉黑拉黑、电话不接什么，拒绝沟通、消失，消失。平时偶尔花钱稍微有点手比较宽，手比较松，就是家务嘛是基本上不大做的。谁做？我的父母在做。他也不做呀。嗯。那我觉得男女平等呀，就是比如说我也赚钱，你也赚钱，你也不干，为什么要求我干呢？男女平等没有错，问题是你说我也赚钱，你也赚钱，问题是到过年的时候大浪淘沙，我有钱你没钱，就这样子。他其实对我们对家人很好啊，会给我买很贵的东西，给父母也买很好的东西，就是花的比较畅快了一点，到最后都没有了，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因为他也比较节约，然后相对因为可能我们年纪本来就差7岁嘛，然后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要买啊，怎么，然后因为我们会觉得可能妈妈嘛就觉得这个衣服可爱啊，怎么样，就是感觉就是会多买一些，然后拍照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乱花钱，消费观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是他停留在是现在小孩子给他的外观上给他变得好看干嘛的，很小啊，就是衣服服装什么玩具啊或者这方面。我想的是以后你不如把这钱存着，让他学点才艺特长什么的，这样是更好的。现在钱没必要花，我觉得有些钱。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家谁管钱呀？各管各的。日常开销是怎么着？开销的话，有时候我自己花自己的，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有亲密付嘛，然后是扣的我老公的。就扣他的是吧？支付宝、微信都开通了。那就等于花你的嘛。他的钱花完，首先，第二，我的钱也不会少花。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这边花个400多，那我觉得他节约嘛，那他这边花个200多。我1000块钱的东西，我花800不行，我得老公那儿刷200，是吧？那这不就是如果都刷他的话，那就他肯定又要说了嘛。对，我也会说他的，他经常看我都会问他这个钱干嘛的，是干嘛用的。如果是小孩子，比方说你去打个疫苗或者干嘛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1周给他买个3、5套衣服，我觉得没必要啥的，就这样。夫妻之间彼此信任吧？你们会互看手机吗？90%他看我的。看手机也就算了啊，他就有时候我莫名其妙一觉醒来，发现我手机上4、5个好友、6、7个好友没了，就是有时候我工作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没了，找也找不到。大部分是女性啊，对，你不放心？不是，这是谈恋爱的时候那种习惯吧，就他不能看我的。他为啥不能看你的？就是一种习惯，就只能你看他，的，不能他看我的。对呀，我们那边谈恋爱好像都这样吧。所以你们今天来要干嘛呢？我希望他以后家里多做点，帮父母分担一些，做一些家务。我不需要你赚什么钱，也干嘛的。家务家里面照顾好，不需要老人家太辛苦。赚钱嘛我来就行了。然后嘛玩游戏嘛，我觉得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了。没有其他什么爱好了，就不要改变我，但是我要改变你，不是我的爱好，我可以时间少一点，可以干嘛的？但是完全剥离掉可能比较有难度。对啊，这4年来一直都是没有说什么改变，就说是要改啊，怎么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吧，实质行动没有。哎，当时你为什么嫁给他？首先我们是谈2年多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嫁给他，稀里糊涂。对，有一点。为啥娶她呀？我老婆她人呢是挺好的，心肠很好，对父母也很好。然后我的丈母娘、丈人呢，他们也很好。然后我也很喜欢我老婆，我觉得 OK 了呀，就是这样。现在呢？现在就是他不都挺好的吗？对，就生活中的毛病啊，他家务几乎。你也不干呀？那我也不干，我知道我也不干。家务有父母是吧？对。孩子应该是父母帮着带，对吧？对。你基本也不带孩子，对吧？我就是回家的时候耍一下，玩一会儿。没错。你呢？我是因为也是自由职业嘛，我基本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有事情的时候出去，平常我也在家带。然后晚上也都是跟着我的，因为还在哺乳期。我希望他不要去说什么赚钱不赚钱的。你说赚钱1年也看不到钱
啊，你就该干嘛干嘛，家里面照顾好。那意思就是你让人做全职呗？能做全职那最好。那当然我也不妨碍你，你说你想去赚钱干嘛的，但你不要说着赚钱，最后还是没有钱，就是这样子。你也可以年轻多学习几年也没关系啊。那有些人还不赚钱呢，毕竟我还赚点钱，还自己花呢。不是，他现在心里觉得你挣钱的那个价值不如你待在家里的价值高，是这意思吧？待在家里做家务的或者干嘛的分担。你非要加一个做家务是吧？那坐在家里刷手机那干嘛嘛？哦，你来呢？我就希望他少玩点游戏，然后多陪陪我们，多陪陪家。而且他平常大道理很多，孩子以后怎么，你说连陪我们的时间都没有，你以后怎么教育他呀？以后儿子跟着你，看着你玩游戏啊。双方目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一致。丈夫要的是妻子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的打理上来，没错吧？哎，没错，核心词是时间嘛。妻子要的其实核心词也是时间。妻子要的是丈夫把更多的时间放回家里，做他和孩子的陪伴者，对吧？你看，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听起来那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恳求，这个软指标啊，陪不陪人家得，哎呀，我就希望他这个可是软语说的，可都是硬话呀，对吧？回家，我不介意你挣不挣钱，来。回家才是你有价值的地方，玩游戏这件事儿嘛，我是改不掉的。我就一个爱好，游戏不让我玩了，我怎么可能呢？对吧？差不多。你这听出来了吗？这怎么可能如你所愿呢？放眼望去，台下1、2、3、4位女导师，今天你要倒霉，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老师。先生，您说。我说的肯定不好听，我就觉得你特别大男子主义。真的，你自己对家庭，真的，我觉得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对孩子的态度。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就是一颗种子，把它扔在那儿之后，它自己长出来了，然后就变成参天大树了？爸爸的缺席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存在的，是吗？那实际行动呢？你老婆这么嗷嗷待哺的诉求是什么？多陪陪我跟孩子。你更多的时间在干嘛？打游戏，而且说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了。你的爱好重要，还是说你老婆孩子重要？那肯定老婆孩子重要。那为什么你耽误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游戏呢？我就劝你先生，哪头大哪头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不该分不清。而且刚才主持人说的，我非常赞同。你对你媳妇儿是什么要求？你媳妇儿对你是什么求恳？要求和恳求它不一样的。而且你平时对于父母、对于孩子，你就没陪伴多少，你凭什么要求他放弃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对家庭付出所有的精力呢？这不公平啊！如果这个丈夫尊重她，而且呢，这个丈夫是公平的，在头脑当中知道我跟妻子一样，对家庭、对孩子都应该我们去进行亲情付出，他也不至于这么大意见，对吧？对，没这么大意见，人上这儿来干嘛呀？谢谢。谢谢叶老师，严老师啊。女生啊，这个妻子啊，真的是，单纯善良又完了，就不忍心说，不忍心告诉你真相。但是真相其实它就是真相，我们还是真的得面对。我觉得你这个老公啊，他没有那么爱你，他就是觉得你是一个简单的好哄的傻姑娘。他需要一个安分守己的太太在家，能够伺候公婆，带好他的孩子，他可以高枕无忧做他想做的事儿。他想做的事儿包括他去工作，包括他去打游戏，包括他未来可能还会想别的。因为你没有还手之力，你只会那儿笑嘻嘻的说，老公你回来吧。最大做出来的对他不满的事件，还是自己带孩子跑了，伤害自己。不回家应该把他赶出去，别回来呀。你出去干嘛去啊？还带着孩子去受罪。所以你太软弱了。就是女人温柔，我觉得是把利刃，但是温柔过了，那就是懦弱。你如果在婚姻中始终是这种懦弱的，认为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那他是不是能够想办法让他改一改？如果始终是这个状态，
你只能在婚姻当中越来越成为弱势的那一方。你自己不拿着武器去和生活抗争，别人就会欺负你。即便他是你挚爱的亲人，算你的亲人吧，孩子的亲爹。所以以后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软弱下去。就去主张你需要的生活，不去恳求他。有什么就爱回不回，不回你自己不是把孩子带的也不错吗？你的公婆不是也挺喜欢你的？你们3个人是挺和睦的，可以带孩子吗？你有帮手可以帮你，那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先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家要不要啊？家肯定得要。所以先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既然把人家娶回家了，请你真爱你的家庭，请你真的尊重他们，去陪伴他们。如果做不到，那人家还年轻啊，人家这么好一个女生，这么好一个女孩，未来有无尽的前途可以去追求，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谢谢。谢谢老师。周老师，你为什么回家吃饭？因为那是食堂啊，你爸你妈把饭给你做好了，你父母把家里的卫生给你做好了，你老婆把孩子带好了，走路5分钟就回家吃饭了，你当然回家吃了，家里饭更干净，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你为什么不回家吃饭？所以你爱他吗？你爱你父母吗？你可能爱他们，但你更爱是你自己。我今天有一句话我特别不舒服，我觉得我要是你的妻子的话，我特别心寒。他说家里不舒服，家里不舒服，还有哪儿更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家里不适合打游戏。所以我觉得你做儿子的儿子不称职，你做父亲的父亲不称职。为什么我们家要陪伴孩子？因为我们要见证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即便他现在在襁褓当中，你每天对他陪伴，你对他的拥抱，都会让孩子感受到我是有爸爸爱的。我现在8、9个月了，爸爸会开始逗我笑了，爸爸知道我每一天，我今天开始翘头了，明天开始爬了，爸爸能看到。所以那是一种父亲的爱。同样对妻子的爱就是我可以有我的兴趣爱好，但同样我有大把的时间会要给到他，因为我也知道他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是不容易的。可是你都没有，你今天特别轻巧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我做的挺好了，我赚钱了，我知道赚钱辛苦，但你现在给家庭的贡献只有赚钱。可是一个家除了钱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温暖，那是要发自内心给温暖的。同样我想对妻子说一句话，你继续这么笑，你继续不管他，你知道你5年过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吗？5年过后你辞职在家，没有任何的收入，你的先生开始挑剔嫌弃你，家务做得不好，孩子带得不好，因为他没有参与过孩子的教育，他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孩子哭了闹了都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的公公婆婆有任何的事情也全得你，因为你全职在家。而且他那个时候可以大把借口，我今天要赚钱了，这个家得靠我一个人。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不是因为他打游戏，而是他心有没有在这个家里。但是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你的日子过得就极其痛苦。所以我觉得先生你好好思考一下，一个有爱的家庭到底我们要怎么来去做。同样妻子你也要考虑一下，一个有爱的家庭作为女主人你应该又做什么。该做的一些家务力所能及的该做我们做，没任何问题，但是该有的该截止的恶习就得要戒止。谢谢周老师。谢谢。米娜老师，您媳妇儿的这一个温柔体贴和对您莫名其妙的爱，成就了您跟游戏的不解之缘。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赵川老师啊，我们都还在闲聊过。就是赵川老师，还有当时我们有一个朋友，应该也是这么感叹的。他们都是男士，说我们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也喜欢放空一会儿，打一会儿游戏。但是那都是我们在进行完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然后让自己放空一会儿。什么叫一会儿？就是那一会儿是我的妻子能够接受的，我能够拿走的这一块时间。多长时间呢？而且多久放空一次呢？所以对于您来讲，这一个放空的频率有一点太高了。放空的频率这么高，然后你就把妻子和孩子们都晾到一边，理直气壮的去做你游戏的这个事。您不想回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不是不想回家。第一个，我家里面我肯定是不能抽烟的嘛啊。所以打游戏势必还得抽着烟是吗？这是一个小习惯，我抽烟不多。
1周1包这样子，但是玩游戏的时候会抽。然后嘛，我在办公室我可以比较声音也可以跟队友聊天的声音啊，干嘛的会比较大啊，干嘛的会吹牛啊，会干嘛的，有时候会骂他们几句啊这样的。但是在家里肯定声音也不能很大啊，不然吵到他们小孩。您确实不爱您太太。我们有好多男士回家之前有压力，他们的压力来自哪里呢？因为婴儿的啼哭声让我烦躁。我进去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去协助我的太太，因为一天他们都有自己的秩序了，我经常存在就是添乱。我妻子经过一天的疲惫的带孩子和怎么着，心情也不好，所以我为了避免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我的怎么着，我可能会选择到了家在楼下抽一根烟再上去，给自己就是1根烟的时间，作为我回家之前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放松，就像我的课间10分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要求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对抗我在家里头的难得的那么一小丢的清醒时间。对于您来讲的话，您丈夫说实话我不觉得他会改，因为是你把他惯成这个样子的。这男人到我们4个人手里头，他但凡到谁手都不这样。可能到我手他的游戏队伍就散了，可能我自己都跟他一块先玩，我比他玩的还起劲。他自己带玩吧，玩你自己带，我好有压力啊。然后到了周小鹏老师手，可能电脑什么的都没了，有一天忽然发现他连账号都没了，账号被直接给卖了。所以你的丈夫成为这个样子是你一手培养的，你纵容了他，你给了他时间，他说要走你就让他走了，你最大的反抗也就因为他老是说工作嘛。你也可以说我因为工作，你也可以说我有一个客户在试衣服，所以我今天要晚一点关门，我不回家，其实我在那里坐着打游戏呢。你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花你的钱去按你的摩，然后他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说因为累啊，因为我就这么一点爱好，你都不同意我拥有吗？但你都没有啊。所以这一个男人现在我也不好说他什么了，他这个样子奇形怪状的，就是你一手栽培的。所以接着栽培吧，然后你忍好他打游戏，他就这么闭着眼在游戏里待着，工作里待着，孩子嗖一下就长大了，人生也就结束了哈。谢谢米娜老师。在我看来，就是还没有进入到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就这么简单。你现在绝对是个单身汉过的日子，也就是你老婆。真的，发点狠，公司给我搬走。离家1个小时，我认了，不晚吗？公司搬走不允许在这儿了，因为这个干扰我家庭生活了。你试试，你就没有借口了。现在你把公司当成了很多男人的车，就所谓回家要抽一口，解解压。男人挣钱不这是正常吗？你是不是得养家？儿子是你亲生的吧？哪儿那么多压力啊？就前面都太顺了嘛。31岁做买卖做得不错。哎呦，碰到一姑娘还不错，长得又好看，追哄哄，弄了2年，终于骗到手了。来了没多久就怀孕了，从怀孕开始也没提什么要求。你算你这一生，你算你到现在全是顺风顺水，有啥大压力？你告诉我。就咱们男人之间说话，我们说的直一点，在我看来都有过这段经历。面对第1个宝宝的时候束手无策，想插手插不进去，不是不想插手。也挺挫败的，哭久了哄不好也挺烦的。咱说实话，干嘛不说实话呢？不就是躲吗？你就是把实话撂在这儿不就完了吗？那你得调整啊，这个时间太长了，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别人不会后悔。就以前也不懂啊，哎呦，说错过了孩子的成长，现在看真错过。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有了闺女以后1周打1次嘛。打就觉得没意思了，因为你现在没有进入到你跟儿子的世界里，进入了你根本觉得那个游戏跟玩一个盘一个肉乎乎的肉球那2个概念，所以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要告诉你就是，请你尽快的进入角色，因为你现在是个爹了，你要承担责任了。至于要不要做全职什么，那是夫妻之间商量的事儿。现在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这个，老公还行。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啊，爱也是很爱的。女人你知道，她有时候放大，你知道吧？本来还有一点点爱，给他们一放大，没有了。
你知道吧？他把那个爱的边缘给放走了，还是有爱的。但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没有爱了。能不能戒了？可以。再说一遍，能不能戒了？可以。哎，就行了。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以后就游戏那个 DOTA 就不玩了啊。真的吗？就好好赚钱，多花点时间陪我们的宝宝。我们宝宝也很听话，从来都基本上每天都不哭不吵。我们一抱他，他就笑，很可爱。多花点时间陪家里。我也会在家，比如说多做一些家务。你量力而行呗啊。那你是真的会改吗？对。不会下台就不改了，继续这样吗？不会。谢谢两位，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做预测嘛，这个预测就是这小子能不能改嘛？你觉得？出肯定是出了，肯定会出啊，出肯定会双出，但我觉得改嘛，能不能就从此不打了？我不相信。好，来，严老师，双出能不能改，主要看这太太能不能把自己的劲儿提起来了。真的能改。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事业是最大奔头的时候，他一定会改了。能改，但偶尔玩一下下，那其实无所谓了。就现在得先戒了。对，现在得先戒。男的不会改的，因为妻子已经决定了这一个家基本构成只有这个样子。妻子有多柔弱，这一个家就是这样。哎，他会变得刚强的吧？有你们4个人给他变不了，赋能吧？他变不了，他变不了。来，他绝对变不了。哪有那么容易变呢？对，是不是？男的也不会太变，女的也不会太变。来吧，2票看到了希望，2票还在黑暗里摸索。我们看人家自己，好不好？来，请开门。那个就问一句话啊，游戏能不能戒了？可以。这俩不信啊，叶老师不信，米娜老师也不信，能不能戒了？可以戒了。那个妻子做个见证啊，回家发信息啊，每1个月报一次，给编导发一个那个信息。我们每个月我们跟踪公布一下。某期节目的男嘉宾戒 DOTA 已经1个月了，别都换别的游戏了。不，就不打游戏了，然后换王者了。不，狠狠地打这2个女嘉宾的脸一下，这能做到吗？为男人争口气可以吗？可以可以。行了，你们俩等着吧。哎呀，我们希望被打脸，真的希望能够戒掉，真的能够戒掉。好，来，这个我们一起见证水剧队夫妻的浪。